最近中共的高官们有点睡不着觉了。今年6月，外交部长秦刚消失；9月初，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这期间还有好几位军方的将领纷纷消失。习近平的部长们和将军们接二连三的失踪引起全世界极大的兴趣。各种阴谋论和所谓小道消息纷纷涌现出来。很多专家的猜测往往夸大和渲染其神秘感。最通常的说法是呢，中共里面有一股反习势力，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对习近平不忠，甚至有路线分歧等等。这些往往都是为了博流量而耸人听闻的这个做法。另外也有很多人希望习近平垮台，他们呢有这种一厢情愿。我认为这些高官的失踪和习近平痛恨腐败呢有很大的关联。习近平在上台之前他最愤怒的事情就是中共里面的腐败。痛恨腐败呢是皇帝的心态，因为皇帝拥有天下，他不用腐败。例如受贿，受贿的本质是这官员用公共权力收取贿赂，然后呢把国家更多的利益卖出去。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是赔本的买卖。而皇帝认为天下都是他的，所以他没有经济动力去收小钱出卖大利益。只有皇帝的大臣才会贪污受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习近平可能确实有理由痛恨他的官员的腐败。第二呢，我不觉得中共党内有如此严重和界限分明的反习势力。在思想上，中共的干部从上到下理念一致。现在能够被提拔在重要岗位上的干部，都是根据中共的组织原则，由总书记明示，然后一层一层提拔上来的。如果说这中共党内有和习近平竞争的，那也应该是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才有意义。一个部长和习近平竞争什么？而常委们呢，根本不可能有组织、有资源以及有动力和习近平去竞争。他们看着习近平在前面冲锋陷阵，承担所有的国际批评，而他们在后边好好的享受，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呢，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不觉得这两个部长或那些火箭军的将军们对习近平不忠诚，或者和他的意见不一致。所以我觉得这些被拿下来的人，原因基本上都应该是贪污腐败、生活违规这一类的，也就是说呢，是偶然的。唯一有趣的是，国防部长李尚福原来是装备部部长。中共的军费天价，装备部长是一个非常肥的职位，谁在这个职位上都很难不贪污。因为你不贪污，你的部下都会想办法把你搞走，因为你影响了他们的财路嘛。所以李尚福出事的可能性太高了。那奇怪的是，习近平为什么要任命这个没有指挥作战部队，只有买设备经验的人当国防部长？所以可以推断，那一定是他非常受习近平的喜爱。所以他和秦刚被抓应该都不是预先计划的。当然，这一系列高官的被神秘失踪表现出中共一些新动向。这是中共抓官员改为更加秘密。那以前呢，中纪委调查某个官员还公布一下，但这次完全不公布了。这说明什么呢？我觉得这说明中共现在根本不在乎外界怎么看他了。也可以说，这也是习近平越来越不在意这个舆论，特别是国际的影响了。所以呢，习近平现在可能真的觉得自个儿是皇帝了，因为皇帝应该是高高在上，不管具体事情，一切交给下面。比如他现在也不像前些年那样频繁的
出国访问和发表讲话了，因为这些都可以交给大臣去做就好了。那除了习近平主观上以为自己可能像个皇帝中共也可能认为现在实力大到已经可以君临天下不管世界舆论了，是吧？那很多人还认为呢，这是习近平这个肃清异己。当然，我们刚才讲了，这2个部长都是他亲手提拔的，这不是什么异己。那这也是还有人说这是习近平以腐败和生活作风为借口拿下他不喜欢的官员。但仔细看看也没那么简单。中共的体制是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所以呢，所有的官员都有滥用权力的记录，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有短儿。习近平当然可以利用他们的短处更换他们，但即使如此呢，中共现在的体制越来越规范，有一套更换干部的规则。由总书记下命令，按规则把他们拿下来，应该不难实现，不必让他们神秘的失踪。但习近平现在选择让这些干部神秘的失踪我们不禁要问，他的考量是什么呢？用神秘失踪去替换官员对习近平的好处是，他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不用向外界做任何解释。但这种神秘失踪最大的后果是中共自己的官僚体系里边就有恐惧感了。那我们还要追问一句，他有必要建立这种恐惧感吗？当然，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恐惧对官员执行他们的职责是很不利的，因为这使得他们非常谨小慎微，甚至出现抵触情绪。所以呢，我们可以反推这个习近平现在可能真的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才用恐惧手段来统治他的官僚队伍。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机感呢？这可能是他个人的高高在上产生的一种过度猜忌的心态，就像毛泽东晚年一样。但是呢，这些可能真是中共感觉到了有实际的危机。最后，中共的这个官员消失会持续吗？中共有绝对权力控制全中国的资源，所以腐败呢是必然的。那么官员腐败太严重了，会引起社会不满，最高层就会出手整治一下，让老百姓高兴。但这种反腐运动呢，又会引起官员们的这个消极怠工，使得官僚体制的效率降低。这时候呢，中共又不得不放松一下，允许一定程度的或者呢改变形式的腐败，直到腐败又太严重，再进行反腐，循环往复。所以中共官员失踪是会永远继续的。